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风吹半夏，演技被夸上天，几处细节却让人夸不出口。风吹半夏已经上线12集，渐入佳境的剧情愈发抓人。和一些披着职业外衣谈恋爱的创业剧不同，《风吹半夏》是一部实打实的创业剧，这对于被偶像剧荼毒已久的观众而言，显然是一大惊喜。观众的惊喜也直接表现在《风吹半夏》的收视上。从网播热度来看，上线6天的《风吹半夏》热度实时第一，不只盖过了黑马古偶剧《卿卿日常》，更秒杀了同为85花杨幂主演的《爱的28定律》。事实上，《爱的28定律》从一开始就和《风吹半夏》不在一个赛道。杨幂一成不变地浸润在言情剧的世界，让无数网友颇为失望。反而是赵丽颖大胆尝试新题材，在观众心中已然是85花中的佼佼者。在《风吹半夏》中，赵丽颖的演技也确实被夸上了天。其中最被褒奖的便是得知钢价上涨后的情绪变化。许半夏在电视上看到钢价上涨的新闻后，眼神逐渐从之前的黯淡无光到注入了光芒。之后她开始肆无忌惮地笑起来，笑到眼角的皱纹十分明显，笑到脸上也坑坑洼洼，甚至还笑出了眼泪。赵丽颖一向以美貌著称，但这一刻的她显然不算美貌。本就凌乱的打扮配上如此夸张的表情，确实没有丝毫的美感。但正是这个画面感染到很多人，很多人都表示被赵丽颖的演技折服。之后许半夏抱住男主，激动到痛哭流涕，泪水肆意在脸上流淌。粉丝称这个片段是赵丽颖演技的封神时刻，很多观众都不自觉都带入进去，跟着许半夏一起哭了。粉丝还大赞赵丽颖演技太绝，无可挑剔，几乎夸上天。赵丽颖虽是以古偶剧发家，但自知否后确实转型实力演员。这次她在《风吹半夏》里的演技虽然可圈可点，但和老戏骨王劲松、李光洁相比还是差强人意。不过作为正在转型的演员而言，赵丽颖的表现显然已经对得起观众的期待。只是赵丽颖《风吹半夏》演技被夸上天，几处细节却让人夸不出口。首先是男主对许半夏赤裸裸的偏爱，充斥着一种90年代霸道总裁爱上我的 feel。剧中李光洁扮演的赵磊清醒睿智，目光长远，是站在滨海钢铁行业食物链顶端的人，可他却唯独对许半夏情有独钟。许半夏借了他几百万被留在国外的时候，赵磊担心的不是他拿钱跑路，而是他的安危。在聚会上听到别人侮辱许半夏时，一向风度翩翩的赵磊会情绪失控，站起来砸杯子并破口大骂：“你大爷的，你还是个人吗？”而许半夏并不是美女，原著中有说她挪动着胖胖的身子挤进了车里，可见许半夏至少150斤。为了在男人堆里抢饭吃，许半夏把自己打扮得老成，故意吃胖，口吐脏话，变得很世俗。这样的许半夏坚韧刚强，但编剧还是为她安排了一道霸道总裁独宠我的戏码，虽然带感却很违和，让人夸不出口。除了感情戏，网友对女主女强人的人设也存在质疑。网友表示，许半夏看过国际钢价大跳水，本以为会靠自己思索出新的出路，可没想到却是从男主嘴里说出了这个契机，这样显得女主只是一个单纯的投机分子，没有一定的市场洞察力。的确，女主3人组身大部分时间都是老赖，幸好遇上花痴男主，不惜让自己公司承担巨大风险也要让女主上位。女主一资金2没见识，只是赌赢了就变成了励志人设，完全是用正能量来粉饰空手套白狼。基于这几点，《风吹半夏》虽有它的成功之处，但这几点着实让人夸不起来。但也有人觉得许半夏也在成长当中，
他虽无钱，眼光也不及留学多年的男主长远，但他有胆有识，假以时日一定会成长的。2. 风吹半夏，半夏再遭3人背叛，高跃进送来致命一击。风吹半夏是由赵丽颖、欧豪、李光洁、刘威、柯蓝、任重、冯佳怡、孙谦等人主演的电视剧。剧中，在钢价一路上扬之下，许半夏度过危机，转败为胜，成为滨海市钢材经销商的翘楚，飞弹堆场竣工，建成了万吨级的码头，还成立了规模宏大的贸易公司，风光无限，一时无两。那么，他在遭3人背叛，是哪3人呢？冯玉胸无大志，小富即安，对许半夏的成功持乐见其成之态。裘必正志大才疏，离开郭启东像跛了一个腿似，是一个手鼠两端、任人摆布之人。郭启东心思缜密，忍劲极好，是许半夏的一个劲敌。而武建设呢？相对而言，武建设颇有一些老大哥的气派，而首先背叛许半夏的正是武建设。武建设打着当和事佬的幌子，实际给许半夏摆了一场鸿门宴，为的是在收购钢铁2厂上拿到主导权，提出方案自己占股50%，裘必正、许半夏各占20%，冯玉10%。这是搞突然袭击，也是充分地利用了裘必正、冯玉的特点，一刹那间便将裘必正、冯玉拉到了自己这边。而第2、第3个背叛许半夏的正是裘必正、冯玉。几人一起向许半夏发难，打他一个措手不及，逼其就范。武建设设定的这个方案，用计之深，许半夏毫无还手之力。提出多占股份，必然割取裘必正的，便将裘必正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。冯玉是为武建设马首是瞻之人，4个人3-1，许半夏落下风。也就是说，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局。那么，为什么说高跃进送来致命一击呢？收购钢铁2厂是高跃进透露给许半夏，且鼓动他收购。高跃进真的安了好心吗？赵磊一针见血地指出，说你们几人都不适合收购钢铁2厂，许半夏也不例外。你们琢磨琢磨，连赵磊都看出了其中的危机。高跃进是老行尊，能不清楚吗？许半夏是一个贸易商，从未开过工厂，办过实业，2年多，由买卖废钢起家，一夜之间做大，体量和他的真实管理能力是不匹配的。武建设、裘必正、冯玉都有工厂，但均属于半加工企业，且规模不大，管理一个规模超大、经营不善、急需扭亏为盈的生产企业，力不从心。而这就是赵磊指出的4人均不合适的原因。高跃进的此举是欲将许半夏陷入危境，从而把女儿高欣怡从童潇琪身边拉回来吧。对于2人的恋情，高跃进是不满意的。他曾再三告诫许半夏务必阻止2人恋爱，许半夏满口应承，却将高欣怡招进了自己的公司，如何不令高跃进暗暗生气呢？于是便用了这么一招吧。按照赵磊的判断，许半夏收购了钢铁2厂，必然一败涂地。那么，对于高跃进的致命一击，许半夏将如何应对？他能否别出机杼，踏平坎坷，在收购钢铁2厂上带给人们惊喜吗？众所周知，剧中有2个能力最强的人，一个是赵磊，一个是郭启东。赵磊有开阔的战略眼光，郭启东有细微之处的精明和管理工厂的技术能力。若把这2人招揽麾下，许半夏管理钢铁2厂，便有了60%胜算。古来成大事者，必须要有海纳百川的雅量和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实践。许半夏和郭启东有嫌隙，但是郭启东入监几年，已经受到了惩罚。在撒宴上，郭启东直率地指出，许半夏对他也不是完全地道。许半夏如果仍计较前怨，也就不是许半夏了。此外，
秦方平也将是许办下的一张牌吧。在收购钢铁二厂、破解五建设的死局上，他将巧妙地打出这一张牌。秦方平的弱点会被他很好的运用。笔者分析，高跃进的致命一击，最后被许办下完满的化解。以上是笔者根据剧情的分析，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